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投稿。莎莉是一个大学毕业生，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，她的父母勉强能够维持家庭的生计，但是对于莎莉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，他们几乎是倾其所有。从小到大，莎莉一直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，没有什么玩具和名牌服装，但是她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能够留在城里，过上更美好、更舒适的生活。在大学期间，莎莉努力学习，同时也参加了许多社团和活动，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现在，莎莉即将毕业，但她仍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。她知道，如果她要留在城市，她需要有一份好工作，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所以，她一直在努力寻找机会，希望能够留在城市，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。要找工作就要先安顿住处，但是由于她身上并没有几个钱，找到一个价格合适的住房，对她来说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。在住房网站上寻找了好久，莎莉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符合她预算的房子。正当她犯愁时，一条消息弹出在她的手机页面上：家有急事用钱，诚招住户，一室一厅，每月仅需600元。这条消息犹如一束光明，照亮了她漫长的住房寻找之路。莎莉立刻点进去查看，发现房间环境非常好，她迫不及待地给房东留了言。第二天一早，房东邀请莎莉前来看房。莎莉一到他的新家，便发现房子与描述完全一致。毫不犹豫的，她付了1个季度的房租，并在当晚就住了下来。然而，莎莉的新家似乎并不是那么完美。在晚上去超市置办生活用品回来时，她在电梯间遇到了对面的住户。那个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她，让她感到有些不安。她不知道那个人的用意是什么，只好回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匆匆进入自己的房间。刚刚铺好床单，莎莉突然感到自己奔波了一整天，身体有些疲惫，于是她不禁躺在床上，准备休息片刻。然而，她在半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一个男人静静地坐在她房间的阳台上抽烟。莎莉正要走过去制止，那个男人突然消失不见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当莎莉醒来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全身酸软，头痛欲裂。她以为是昨晚没盖好被子感冒了，于是匆匆喝了一点感冒药，然后赶去找工作。当晚，莎莉回到家的时候，惊异地发现邻居正用一种非同寻常的眼神注视着她。她好奇地上前搭话，可邻居仿佛没有听到一样，转身离开了电梯。莎莉摇了摇头，拿出钥匙准备开门，但是从门的反光中，她看见邻居在门缝里偷偷地观察着她。她警觉地转过头，却发现门已经关上了。当晚，莎莉又一次梦见了那个男人。这一次，男人没有抽烟，而是站在远处注视着莎莉，仿佛要和她说些什么。这样的梦境连续了好几天，每天醒来时，莎莉都感到身体酸痛，头痛欲裂，这导致她几天的面试都没有发挥好，让她怀疑自己的身体是否出了问题。但是，第二天晚上的梦让她推翻了这个猜测。在梦中，男人走到她身边，开口说：“你压着我了。”当她醒来时，她揭开床垫，发现下面放着其他男人的衣物，其中一件和梦中男人的衣服一模一样。自从搬到新房子后，每天醒来时头痛欲裂，还有奇怪的梦境和邻居的怪异眼神。莎莉越想越觉得奇怪，她给房东打电话询问情况。房东解释说，这些衣物是上一个租户无意留下的，让他扔掉就好。但是莎莉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
于是想起了邻居奇怪的眼神，他决定去敲邻居的门。邻居一看到他就说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告诉莎莉，之前住在这个房子里的租户是个宅男，很少出门。某一天，他突然在房间里猝死了，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。幸运的是，那时是冬天，否则现场会极其恐怖。警方调查后发现他没有家人，也没有人来清理他的遗物。这个问题最终落到了房东的头上，但他可能粗心大意，收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床下还有租户的衣物。听到这些，莎莉心中顿时凉了一截。原来他这些天住的是凶宅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房子这么便宜。于是，他要求房东全款退租金，然后另租了一个价格稍高的房子，连夜搬离。从那时起，他发誓再也不会因为贪图便宜而做出不明智的决定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